家好，我是元雄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这集影片主题呢是关于德国的 Q&A。对，其实这一集我想拍很久，只是都没有一个机会，就是可以坐下来跟大家聊聊天。然后刚好因为我这个礼拜的复活节长假呢，我要去比利时、卢森堡还有荷兰，所以就有点没办法拍出 vlog 给大家，所以就只好以这个 Q&A 的方式来代替这一周的影片，希望大家可以见谅。那我前几天呢已经把问题串丢到我的 Instagram 的 Story 上面了，然后有收到一些网友的回复，那我现在就是要来读他们。那如果说你们对这集影片有兴趣的话呢，也欢迎看下去喽。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就是这么踊跃的回答我的 Q&A， 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，然后再加上这一集的主题我可能会比较围绕在德国方面的问题，所以像有些人问我世新公广啊，还有一些痘痘保养之类的问题，我就会在之后再回答。那今天就是围绕在德国方面的 Q&A。那第一题是德国的宿舍感觉很干净，然后问我是住怎样的一个宿舍呢？那我现在住的这一间呢是3人雅房，那我住在的这一栋是校内宿舍，所以其实我走出去2、3分钟就已经到教室了，非常的近。那我们学校还是有校外宿舍的，它是距离本部大概走路15分钟，然后旁边有一个很大的超市，是我之前拍 vlog 的时候去的，就叫 Kaufland。那再来就是有一点，我觉得在校内宿舍的好处就是你可以睡到很晚，但我觉得校内的宿舍好像有一点点稍贵，比校外的再贵一点点。那我这边的每个月房租是424欧，所以呢有一点点算在德国来讲可能还可以接受，但就是13000多台币啦，但它是包水电的，所以你们就自己想想这边有没有比较贵呢？在台北生活是不是也跟德国差不多？在第二题呢，是我到底存了多少钱来，然后是不是我自己赚的呢？答案是没错，这是呢所有的旅费都是我基本上自己存来的。当然，我爸妈还是有赞助我个1、2万块啦，但我自己总共呢是存了大概20几万过来的。像德国这边比较麻烦的一点是，你在来德国之前呢，你就要把你的所有钱都汇到你的德国户头里面，所以你要在台湾就先办好限制停账户，然后等到你在这边的时候，它就会像发薪水一样，每个月的薪水就这样给你这样，所以呢，你没有办法说哦，我现在可能只有15万，但是财力证明要20万，所以我就先跟爸妈借5万汇到我的户头里，然后印出证明之后再把钱转回去爸妈那边，是完全没办法的，你就是要把钱冻结在德国这边，他要确保你每个月都有基本的生活费才会让你来，所以就等于是我在去完加拿大半年后，我就非常的紧急的把20几万都凑出来。所以对我来讲，那一段期间其实还蛮难熬的，就是我要控制自己的预算，然后我还要记得就是赚多一点钱，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算蛮辛苦的，一路过来。那现在来这边呢，我是觉得很满足。其实你们看到我之前的 vlog 啊，我去超市买菜什么的都不会算太贵，就是比台湾稍微便宜一点点，如果自己煮的话。所以呢，在这边也没有到很花钱。不过出去玩就另当别论了啦。那再来下一题是上课方式，因为有很多学生都很好奇说国内跟国外的教学方式是怎么样的啊？是不是不一样？那我自己个人觉得呢，德国这边就比较像欧美的教育方式。对，我在讲废话。对，就是他们这边就是比较自主学习，所以这边的人呢，其实并没有在看出缺席。像台湾不是都会记出缺席，然后点名嘛，旷课几节就会被当什么之类，但这边完全没有。所以呢，你在这边就是你要自律。我个人是觉得，对于我来讲，可能会有一点觉得说，啊，还是我今天不要去学校啊什么的，但就觉得，好啦，还是去一下。所以其实后面久了就会有一点懈怠，所以我个人觉得，如果没有寄出缺席的话，可能会让一些亚洲学生觉得很 confused， 然后有点懈怠。但对于德国学生来讲，好像都很习以为常。然后再加上他们这边其实是不需要付学费的，所以呢，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讲就是啊，反正我又不用付钱，我要来就来，要不来就不来。所以我觉得会有一种想法是这样。不过因为我是缴世新的学费来的，6万多块，如果不上一点课，好像有点对不起我自己，所以我还是有就是来上课，除非我要去旅游啦。但他们这边就是出缺席并不会影响成绩。那再来呢，就是他们其实还蛮主动活跃的，就是大家都知道亚洲学生稍微比较害羞一点点，所以在课堂上并不会很主动的想要举手发言啊，或者是跟老师 share 他的想法。但是呢，我来这边就发现，不管是国际生也好，还是德国当地的学生也好，他们都非常非常喜欢就是分享自己的经验，还有一些自己的看法。然后老师也不会觉得说自己被打断啊，或是被反驳很不好之类的。我觉得
得这是还蛮好的一个教学方式，就相较于亚洲比较像是被动的吸取知识，我觉得主动去跟老师谈论啊、辩论也是一件还蛮好的事情。那像我本身就是一个主动的人，所以我在这边跟在台湾都是一个很爱发言的人，这就没有什么感觉。但是对于很多我的朋友来讲，都会觉得哇，真的是吓到就是哇，真的吓到这边很多人都非常的主动，然后很爱讲话这样子。那再来下一题是怎么样认识当地的学生？因为我这次来这边是以交换学生的方式过来的，不是像我之前去加拿大读的语言学校，所以对于我来讲比较好认识当地的学生。因为你在当地的大学里，你一定会遇到跟你一样读同样科系的当地学生吧，所以呢，我觉得还蛮好认识的，就是在课堂上。然后再来我要推荐大家的是，如果你的学校有什么体育课之类的，一定要去参加，我大推。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去上排球课，然后因为排球课就是大家想运动就可以自己来嘛，我就遇到了一个德国女生，她超级友善，然后之后我们就是在 opening party 上面又见面，所以她就带我认识了很多德国人，就是你只要认识一个，然后她就会带你认识很多个，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认识当地朋友的方式。然后你也可以借由喝酒啊、参加派对来认识当地的同学。在国外的生活美好吗？我自己个人觉得，有些人可能会有一种就是我来国外就代表我很厉害的这种优越感。那其实我个人觉得，就是我来这边是累积经验，我不是说一定要把自己变得很强，好像学历过水一样。但如果说你真的觉得国外生活很美好的话，你就错了。因为如果你只身一个来国外的话，其实你在这边会蛮没有归属感的。尤其是德国，其实很多人都说德国人非常冷漠，他们有一点点小排外。虽然我自己没感受到啊，但是很多人都说他自己感受到了德国人的冷漠。所以如果说你不懂德文，然后你又没有办法融入当地的文化的话呢，你会觉得自己好像不是真的很融入这边。那我自己个人觉得我自己适应蛮好的，因为毕竟我身边有很多也是台湾的交换生，然后再加上我觉得我自己适应力蛮强的，然后也没有觉得被不友善对待什么的，所以目前为止过得还蛮开心的。再来有人问我之后会不会想来德国读研究所，其实呢我一直以来都没有想要读研究所的看法，就不管在台湾还是国外。当然在德国有一个很吸引人的就是他们学费不用钱，所以你在这边读书是不需要花到太多的费用的。但相较的，因为德国不是讲英文，所以你就必须学德文，然后德文也非常的爆难，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不会在这边读研，然后我也不会在台湾读研。那再来下一题是，锅子在哪里买的？要买什么厨具？因为可能有人在 vlog 上面看到我有用那个很漂亮的锅子，那个是我在 Amazon 上面买的，就是 Amazon DE，他们德国的一个 Amazon 上直接运到我家来的。然后那个锅子好像1400多台币吧，是电子锅，我觉得它很就像台湾的那种宿舍方便锅，所以我就买了那个。然后它是我唯一的锅子，我觉得超级爆好用，所以我会把链接放在下面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然后在这里的主修，因为我在这边是交换学生的关系，所以其实我并没有一个专业，就是我没有一个自己特定的主修啦。但我们有个学院叫 Business and Law， 但我主要是 Business， 我的 Law 方面呢就比较没有那么有兴趣。不过其实就是这个学院的课呢都可以选，所以我自己就是挑我自己喜欢的选而已。然后还有人问说为什么要来德国，其实这个就说来话长了。我之前应该有稍微解释过，就是我是想要来欧洲交换的，因为这里地很大，然后火车非常方便，所以你想要去什么地方旅行都很方便嘛。但如果说今天这个成本有点高的话，我有一点负担不了，毕竟我是自己出钱来的，所以我一开始就是选择东欧，像捷克那些国家。但因为我落榜英文不够好，所以最后来到德国这间学校是没有看语言成绩的。对，但是我还蛮庆幸自己来德国啦，因为我觉得德国是一个很棒的国家。至目前为止，我觉得我还蛮喜欢这里的。我是用什么语言沟通的？我有没有学德文呢？其实我在这边都是用英文比较多啊，因为我没有学德文。没错，就是一个非常懒惰的人。其实学校是有提供那种免费的德语课，然后1个礼拜2天就是在这边上德文，但我没有参加这堂课，因为我觉得我并不是说真的想要学好这门语言，或者是想要 master 它，想要掌握它。所以我个人觉得，如果6个月以内要学好一门语言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然后我又有很多想做的事，所以学语言、学德文并不是我的 priority。所以我最后决定就是不要学，然后就靠自学啊，简单的基本绘画，知道怎么点餐啊、买东西就好了。对，所以我目前呢就是没有要学德文，所以都用英文沟通。然后有些人问说这里的天气还有食物的习惯，像德国天气我觉得蛮糟的，就是有时候下雨，有时候下冰雹，有时候又下雪，所以我个人没有很喜欢德国的天气啦。但如果说真的要讲，我觉得可能夏天会好一点点吧，在后面一点，在
在夏天一点点可能会好很多。然后食物习惯就是我一定要来跟大家抱怨这件事情，就是我觉得德国食物真的很难吃，超级爆难吃。就是德国餐厅真的是我世界上遇到最不喜欢的餐厅，因为我每次跟朋友去德国旅行，然后我都要去吃德餐，我真的是很痛苦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不吃猪肉，然后你们知道德国有名的是什么？德国香肠、德国猪排，然后我每次想说，不会吧，我又要点素食餐了吗？因为我们来这一边只要吃德国餐厅，我绝对是点 vegetarian menu，所以我就觉得超难吃。因为我每次只要去外面吃德国餐厅，我都要花10几20欧元吃一个素食餐，你就知道我多痛苦。所以我真的很不喜欢德餐啦，这也是一个还蛮大的障碍对我来说。但喜欢吃猪肉的可能就会很爱这里，因为听说真的很好吃，但我自己没吃过。OK，最后一题，物价怎么样？那我自己觉得这里的物价大概是台湾的，很难估诶，可能是1.5倍多。因为我会说，如果你去超市自己买菜的话，可能是跟台湾差不多，或者是比台湾便宜一点点。但你要去外面吃的话，那就是台湾的2倍，绝对是2倍以上。就是我去吃一餐大概都是10到20欧，也就是台币300到600左右。但你要吃好一点，还可以再更好啦。但我就觉得有一点小贵，就是你可能只是吃一个炒饭好了，它就要300块。那你在台湾吃炒饭可能85、90，可能100块就可以解决，但你在这边要花300块，所以我就觉得这边的物价是出去吃比较贵，你吃一餐可能就是一件衣服的价钱。像我可能出去吃一餐晚餐就是台币600块，我就可以买一件衣服，然后穿很久，所以你就会觉得有一点价值观崩坏，怎么会吃一餐可以买一个衣服？那我到底要吃一餐呢，还是买一件衣服呢？就会有这个 confuse 在。但是你生活上的，比如说买菜啊，或是生活用品什么的，都不会算太贵。然后像一些美妆品牌，我有买兰蔻啊，或者是 NARS 这种欧美品牌呢，都也蛮便宜的。所以在这边就是用吃来省钱是最快的方法。那以上差不多就是这一次的问答了。我刚刚已经看了一下，我差不多都回答完了。然后如果说你们之后还有更多的问题的话呢，也可以就是留言问我，或是私讯，或者是等我下次的 Instagram 有开 Q&A 的时候可以留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呢，请在下方帮我点一下喜欢，并且订阅我哦。如果想要持续收看，也可以到 Instagram 或是 Facebook 粉丝专页按赞。那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喽，拜拜，See you，Cheers。